大部分花友去逛花市，看到那些叶子绿油油、花开的正艳的盆栽，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往往第一眼看的是花好不好看，第二眼看的是价格合不合适。只有极少数真正的行家会先低头去看看那个不起眼的盆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土。很多人把花买回家，原本在店里精神抖擞的植物，不到1个礼拜就开始黄叶、掉花苞，甚至整株枯死。这时候你可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传说中的植物杀手，不管养什么死什么，其实这真的是天大的冤枉。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80%的家庭养花失败案例，根本不是因为你不会浇水，也不是因为你家里光照不好，而是你从一开始就买错了。你买回来的那盆花，它自带的土根本就不适合在你家里的环境生存。先来说说第一种最常见的坑，就是那种看起来非常高大上、黑黑的、轻飘飘的营养土，通常是纯泥炭土或者是椰糠土。你去买花的时候，拎起来感觉特别轻，老板会跟你说这是好土，营养丰富，透气性好。确实，这种土在专业大棚里是神器，因为大棚里通风好，水分蒸发快，配合定时的滴灌系统，植物的根系可以在里面长得非常发达。但是这种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保水性和吸水性的2个极端。当你把它买回家放在阳台上，一旦你不小心忘记浇水，这种土干透了之后，就会出现一种叫做疏水性的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下次再浇水的时候，水根本渗不进去，水会顺着盆壁直接流走，看起来盆底流出水了，你以为浇透了，其实土的中心还是干得像沙漠一样，植物的根系根本喝不到水。反过来，如果你是个勤快人，天天浇水，这种纯泥炭土在家庭环境下，因为通风不好，水分很难蒸发出去，盆里的土会像海绵一样一直吸着水，根系长期泡在水里，呼吸不了，没几天就烂根了。所以，这种看起来很高级的轻质土，对于家庭养花来说，掌控难度非常大。再来说说第二种坑，也是很多廉价草花或者大型盆栽常用的，那就是红泥土或者黄泥土。这种土的特点是死沉死沉的。你在花市看到一盆发财树或者幸福树，搬起来重得要命，多半就是用的这种土。这种土在南方的一些苗圃里很常见，因为成本极低，直接就地取材。植物在苗圃地里长的时候，根系是可以穿透这些土扎到深处的。但是商家为了卖花，会把植物挖出来，塞进花盆里，这时候问题就来了。这种粘性极大的土，一旦干了，就会板结得像石头一样硬。你想想看，根系被封在像水泥一样的硬土块里，怎么生长？你浇水的时候，水浇在土面上，根本渗不下去，只能顺着盆边的缝隙流走。久而久之，植物的根系就被活活闷死、渴死。而且这种土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它的透气性几乎为零。在家庭环境里，我们没有大棚那么好的通风条件，这种土浇透一次水，可能半个月甚至1个月都干不了，根系一直处于一种窒息的状态，黑腐烂根就是迟早的事。尤其是很多新手花友，看到土表干了就浇水，结果下面还是湿的，最后植物叶子发黄脱落，你还以为是缺水缺肥，拼命浇水施肥，结果加速了植物的死亡。那么既然太轻的土不行，太重的土也不行，我们去花市买花，到底该挑什么样的土呢？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秘密，也就是标题里说的这种土，我们乡内人一般称之为沙质壤土，或者是圆盆圆土的熟土。这是一种介于纯营养土和纯粘土之间的土壤，它的状态非常特殊，既有一定的重量，能够固定住植物，不至于头重脚轻，又有非常好的透气性和排水性。你在花市挑花的时候，不要光看叶子，你要上手去摸一摸盆里的土。这种好土摸起来有颗粒感，不是那种细腻成粉末状的感觉，也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团块。你用手指稍微用力按一下，土面会有弹性，能感觉到里面有细小的沙粒或者石子。这种土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环境适应能力极强。为什么说这种沙质壤土或者混合了颗粒的土壤是家庭养花的首选呢？首先，它的容错率非常高。
这种土通常是苗圃里的老盆土，或者是经过改良的原土，里面混合了河沙、煤渣或者是珍珠岩等颗粒物。这些颗粒物在土壤中起到了骨架的作用，支撑起了土壤的结构，保证了即便是在浇水过多的情况下，多余的水分也能迅速排出，不会造成积水烂根。同时，因为含有一定的土壤成分，不像纯泥炭那样轻飘飘，它能很好的保存水分和养分，不至于一晒就干透。对于家庭环境来说，这种土简直就是作弊神器。你买回家后，不需要急着去给它换盆换土，因为它本身的透气沥水性能就已经很适合室内的环境了。植物不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换土适应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浮盆期，它能无缝衔接，直接在你的阳台上继续生长。这其中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就是根系的结合度。你观察那些用沙质壤土或者颗粒土种植的盆栽，你会发现植物的根系和土壤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土球。你在花式挑选的时候，可以试着轻轻提一下植物的主干，当然要在老板不打你的前提下动作轻一点。如果植物和土球是连成一体的，整个盆能被微微提起来，说明这盆花已经在这个盆里长了很久了，根系已经完全吃透了土壤。这种花我们就叫它熟盆花。这种花的生命力是最顽强的。嘿嘿，相反，如果你一提，植物晃晃悠悠，甚至感觉要被拔出来了，那绝对是刚上盆不久的生桩，或者是刚从地里挖出来塞进去的。这种花不管土看起来多好，都千万别买，买回家十有八九活不成。我们再深入讲讲这种沙质壤圃的具体表现形式，方便大家在花市里一眼就能认出来。你在看花的时候，注意观察盆土的表面，如果土表看起来比较粗糙，甚至能看到一些细小的风化石颗粒，或者是粗沙粒，这种土通常透气性极佳。你可以用手抠一下土表，如果感觉土质疏松，手指能比较轻松地插入土里1-2公分，但又不是那种毫无阻力的松软，而是带有一种沙沙的摩擦感，这就是上好的沙质壤土。这种土壤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浇水的时候，水能够比较均匀的渗透下去，不会像泥炭土那样一开始浮在表面，也不会像粘土那样积在表面不下去。这种渗透是缓慢而均匀的，就像海绵吸水一样。除了沙质壤土，还有一种土也是非常值得购买的，那就是添加了缓释肥颗粒和珍珠岩的混合介质土。虽然它也属于营养土的范畴，但它不是那种廉价的纯椰糠。你在土里能看到明显的白色颗粒，那就是珍珠岩，甚至能看到黄色或者绿色的圆圆的小颗粒，那是缓释肥。这种土说明生产商在配土的时候是下了成本的，考虑到了植物后期的生长需求。珍珠岩增加了土壤的空隙，防止板结，缓释肥提供了长期的营养。这种土种出来的花，拿回家后，即使你不懂怎么施肥，它靠着土里自带的养分，也能在那撑个半年1年，长得壮壮实实。相比之下，那些黑漆漆的一团，什么颗粒都看不到的土，往往肥力早就耗尽了，买回家不施肥，植物很快就会营养不良。我们还要警惕一种情况，就是面层土的欺骗性。有些不良商家会在盆面铺上一层漂亮的铺面石，或者是陶粒，或者是新鲜的营养土，把下面的烂泥巴或者垃圾土给盖住。这时候你千万不能被表象迷惑，你要透过这些铺面材料去看看下面真正的土是什么样的。如果你发现铺面石下面是硬邦邦的黄泥，或者是黑乎乎散发着臭味的淤泥，那千万别买。这种土里的根系往往已经开始腐烂了，只是叶子还没表现出来而已。你可以通过掂量花盆的重量来辅助判断。如果一盆小小的草花拿在手里重得像块砖头，那下面绝对是粘重的红土无疑。如果轻得像拿着个空盆，那多半是纯椰糠，根系可能也不太稳。只有那种重量适中，拿在手里有分量感但又不坠手的，才是我们寻找的这种黄金土壤。我们要纠正一个几乎所有新手都会犯的致命错误，那就是买花回家立刻换盆洗根。很多人觉得花市原本的那个黑色塑料盆太丑了，配不上自家装修的风格，或者觉得原来的土太脏了，
里面可能有虫子，于是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花拔出来，把根上的土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换上自己买的所谓的通用营养土，种进一个漂亮的带釉陶瓷盆里。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你，这套操作下来，植物的死亡率高达 90% 以上。为什么？因为植物的根系是非常脆弱的，尤其是那些毛细根，它们是植物吸收水分和养分的嘴巴。你这一洗，就像是把人的胃黏膜给刮了一遍，植物瞬间就失去了吸收能力。再加上你换了新土，新土和根系之间没有紧密的结合，中间全是空隙，这就是行话说的架空。根系悬在空气里，喝不到水，吃不到饭，不出3天，叶子就开始耷拉。你以为是缺水，拼命浇水，结果根系在下面活活烂死。所以，无论你买到的是哪种土，我都强烈建议你，回家的第1个月，千万不要动它的根。这1个月叫做缓苗期。植物从高温高湿的大棚搬到你家这个环境完全陌生的地方，它需要时间去适应光照、温度和湿度的变化。这时候它的抵抗力是最弱的，你再去动它的土，等于是在它生病的时候给它做大手术，必死无疑。那么如果不换盆，那个丑陋的塑料盆怎么办呢？这里教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叫套盆。你买一个你喜欢的、漂亮的，大小稍微比圆盆大1圈的陶瓷盆或者水泥盆，直接把带着圆盆的植物套进去。这样既美观又不会伤根，而且2层盆之间形成的空隙还能起到隔热保温的作用，夏天防晒，冬天防冻，对植物的根系简直就是一种保护。接下来我们专门来讲讲，如果你不幸买到了那种用硬黄泥或者红土种的植物，该怎么养。这种土在花市非常常见，特别是像发财树、茶花、桂花这种木本植物。这种土最大的问题就是浇不透水，你拿水壶从上面浇，水顺着盆边流走了，土里面还是干的。这时候你千万不要去给它换土，因为这种土把根包得死死的，你一扒土根就断了。对付这种土，我们要用浸盆法。找一个大脸盆，里面装上水，水里可以稍微加一点生根粉或者多精灵，然后把整盆花放进去，水面高度大概在花盆腰部的位置，就让它在那里泡着，利用虹吸原理让水从盆底的孔吸上去。你会看到土表慢慢变湿，甚至会冒气泡，这就说明水进去了。等到土表完全湿润了，再把它拿出来沥干。这种方法能保证那个硬土球彻底吸饱水，而且不会冲刷掉土壤。对于这种硬土植物，平时宁可干一点，也不要湿，因为这种土保水性太强，一旦积水就完蛋。等到这盆花在你家养了半年1年，根系长满了，把土球撑松了，那时候你再考虑给它换个大一盆，在周围填充新土，这才是正道。那如果你买到的是那种轻的像羽毛一样的纯椰糠土或者泥炭土呢？这种土的问题是太轻，而且干透了就不吸水。对付这种土，你平时浇水一定要慢，最好是用那种喷壶，先把土表喷湿，让它恢复一点吸水性，然后再慢慢浇大水，或者同样采用浸盆法。但是这种土有一个好处，就是根系长得快。如果你想给它换盆，不需要把原来的土弄掉，直接带着土球拿出来种进新盆里。但是这里有个关键点，新填进去的土性质一定要和原来的土接近。如果你原来的土是纯椰糠，你新填的土却是又粘又重的原土，那就会形成2层皮。浇水的时候，水只走容易走的地方，结果就是要么原来的土球干死，要么新土积水烂根。所以买花的时候看土，也是为了日后换盆做准备。你要清楚这盆花的底子是什么，才能给它配什么料。我们再回到那种我们最推崇的沙质壤土或者颗粒土。如果你运气好，或者按照我上一部分教的方法，买到了这种土种的花，那恭喜你，你的养护工作会变得非常轻松。这种土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会呼吸。你浇水的时候能听到细微的滋滋声，那是水把空气挤出来的声音。水流下去之后，新鲜的空气又会重新进入土壤空隙。这种干湿循环是植物根系最喜欢的节奏。
对于这种土，你只需要遵循一个原则，见干见湿。怎么判断呢？你就看土表，这种含沙的土干了之后颜色会明显变浅发白，甚至表面会有细微的裂纹。这时候你再浇水，一定要浇透，直到盆底流出水来为止。不要浇半截水，那是养花的大忌。而且这种土还有一个隐藏的好处，就是它不太容易生虫子。相比于那些富含未腐熟有机质的黑土，这种沙质土比较干净，小黑飞这类讨厌的虫子不太喜欢在里面产卵。说到虫子，这也是花市老板不告诉你的一个秘密。很多新手看到土里有只小虫子就吓得要死，觉得这盆花废了。其实真正的熟土，也就是那种在自然界或者苗圃里经过长时间沉淀的土，里面有点微生物或者小昆虫是非常正常的。这反而说明这个土是活的，生态系统是平衡的。相反，那些经过高温消毒、一点细菌都没有的压缩土，虽然看起来干净，但往往缺乏活性，植物种进去后，抵抗力反而不如在自然土里长得好。当然，如果是大量的蚜虫或者介壳虫，那是另一回事。但偶尔看到土里有只蚯蚓，或者是那种爬得很快的小甲虫，完全不用惊慌，它们甚至能帮你疏松土壤。真正可怕的是那种白色的成团的菌丝，或者是散发着酸臭味、霉味的土，那才是根系腐烂的前兆。还有一个关于土的秘密，就是肥料的运用。很多花友买花回家，觉得要对花好一点，立马给它施肥，什么淘米水、牛奶、鸡蛋壳，一股脑往里倒，这简直是在投毒。花市买回来的花，特别是带着那种好土的花，土里原本的养分通常足够维持植物生长3个月到半年，而且植物在适应新环境的期间，吸收能力很差，你这时候给它施肥，它吃不进去，肥料堆积在土里就会烧根。这就好比一个刚做完手术的病人，你不想着给他喝点稀粥，非要塞给他大鱼大肉，他身体肯定受不了。正确的做法是前3个月只浇清水，等到植物开始长出明显的新叶子，或者原来的叶子变得油绿发亮，说明它已经完全覆盆了，这时候你再开始在土面上撒一点缓释肥颗粒。记住，是缓释肥，不是那种速效的化肥。缓释肥会随着浇水慢慢释放养分，非常温和，最适合家庭养花。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那个被无数人嫌弃的黑色塑料盆，也就是营养钵。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全世界的苗圃和生产基地，不管多贵的花，一开始都是种在这种盆里？难道仅仅是因为便宜吗？当然不是。这种软塑料盆透气性其实非常好，而且它的底部孔洞设计非常科学，能最大程度的保证排水。更重要的是，它的材质很薄，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能让植物的根系感受到外界的冷暖，从而调整生长节奏。相比之下，那些厚重的上满釉的精美陶瓷盆，虽然好看，但就像给植物穿了一件不透气的雨衣，又闷又热。所以，真正的养花高手，家里往往是一堆黑胶盆。如果你实在觉得难看，就像我刚才说的，用套盆法。千万不要为了美观，把一个好好的活盆给换成了死盆。我们还要学会观察土面。土面是植物健康的晴雨表。如果你的土面上长出了绿色的青苔，这通常是好事，说明你家里的空气湿度不错，土壤的酸碱度也适中，适合喜酸性的花卉生长。但是如果青苔长得太厚，变成了一层黑绿色的粘液状东西，那就说明你的土太湿了，或者通风太差了。这层东西会堵塞土壤的毛细孔，阻碍根系呼吸。这时候你就需要用小铲子把表层土松一松，或者撒上一层薄薄的干河沙来改善透气性。如果你看到土面上泛起一层白色的霜一样的东西，那叫反碱，说明你的水质太硬，或者土质偏碱性了。这对绝大多数南方花卉来说是灾难。这时候你就要考虑用点硫酸亚铁，或者下次浇水的时候兑一点点白醋去中和一下。